小白学习量化交易 MT500。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正在使用的一个交易策略，是我在去年开发完之后放在实盘账户上运行的。2023年2月份开始挂上去，主要交易欧加和澳纽。它的交易笔数不多啊，盈利也一般，但是胜在真实。还有一点是这个策略的回测绩效也一般，可能很多人都看不上，觉得就这盈利曲线，我分分钟开发一个比这好几十倍的。不可否认啊，这肯定可以。但是我今天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手动交易者还是量化交易，我们回测或者说复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赚 money。赚 dollar， 不是去拥有一条看起来完美的盈利曲线的，回测的啊。你追逐的那个完美的45度角向上的盈利曲线，它只存在过去。当你把它放在实盘上，让它去迎接未来的行情、未来的数据时，它就狗屁不是了。所以说，咱别活在过去啊，实际一点，简单一点。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策略的操作细节啊。不过因为这个策略是我上了实盘的，里面还有很多我的一些隐私啊，所以我只能以伪代码的形式给大家分享一下主要的开仓逻辑。不过这个策略很简单，你们如果看了我前面的视频，掌握了我分享的整个写这个策略源码的过程，那么把这个策略写出来啊也不难。这个策略主要用到的就是唐奇安通道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具体它的这个计算的方式啊，我建议你们自己上网去查一下啊。它主要是从3根不同颜色的这个曲线组成的，有点像布林带啊。它的上轨是由最近，打个比方说最近20天的最高价的最大值形成的。它的下轨是由最近20天的最低价的最小值形成的，这些大家自己自行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好，那么它这个策略的开仓逻辑，首先我们以做多为例啊，我们只在波动大时才开仓。如果当前市场行情的波动比较小，那我们就不开仓，暂时不开仓。这个波动大小是由我们使用 ATR 这个指标来进行衡量。ATR 是什么应该都知道了吧？当这个短期的 ATR 超过长期的 ATR， 就代表当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啊处于一个大波动的时期。那我们再进行第二个条件的判断，就是价格跌破唐奇安通道的下轨，我们就做多。至于做空的话，其实就把做多的条件对调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它的止损用的就是进场价减去唐奇安通道上轨和下轨之间的这个距离乘以我们的止损系数。因为这个策略啊，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种做逆势的状态，所以我建议大家用大止损啊，这个止损系数可以放在2倍或者3倍啊。它的止盈就是止损，这个止损的距离乘以止盈系数，1-2倍就可以了。因为通常来说，我们这个策略会在出现反向信号的时候就已经出场了。这里就说到出场信号啊，其实就是对翻了。做多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满足了做空条件，那我们就做多的订单就出场；做空的话，出现了满足做多的条件，那我们空单也就出场，然后开始做多单。就是一个对翻的过程。好，下面我们在这个盘面上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里用到的是澳纽。我说了，这个策略
我在实盘上用到的就是澳纽和欧加，你们可以自己去回测，写完之后自己去回测，看看在你们的这个券商，在你们的这个券商和你们的这个点差，你们的这个成本之下，哪一个交易品种更加适合？不一定也要用这个澳纽和欧加。这里我们的 ATR 短期 ATR 是用的40，长期 ATR 是用的130。然后这个堂前通道，这个 Donch Channel 用的也是130，也就是这个 Donch Channel 和这个长期的 ATR 是一致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多的条件。这个红线是 Donch Channel 的下轨，这个灰色的线就是中轨嘛，蓝色的线就是 Donch Channel 的上轨。然后当价格跌破了我们这个下轨的时候，并且我们这个短期的 ATR 这是14个点，比这个长期的这是12个点，比这个长期的 ATR 要大，代表说短期的这个 K 线的波幅开始增大，波幅增大的时候我们才去做单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满足做单条件，就做一笔多单。这笔多单的出场就是当价格涨破了上轨的时候，我们就出场。出场的同时呢，也意味着我们的满足了空单的做单条件，所以我们这也就又一笔做空。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的 ATR 是不是满足啊？这是16，这是 2.9， 也是满足的。而这笔做空，然后它的止损啊，止损我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这笔做单的止损，就是我们先计算一下从下轨到上轨的距离有多少。这里是比如说是将近130个点吧。那我们用，如果一个止损系数的话，就是从这拉，从我们这个进场价的位置拉130个点。我建议大家这个止损啊，尽量止损系数尽量设置的大一些，2倍或者3倍。因为我们做逆势的话，其实大家要知道这个逆势跟我们顺势的交易策略，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逆势的策略啊，胜率要高一些。逆势的策略胜率要高一些，顺势的策略的话，我们的盈亏比要高一些。这是一个小的知识点。我们继续看，这笔做空之后，如果价格这个收盘价收在了这个下轨之下，然后我们这笔多单也继续做进去。我们看一下 ATR， 这里是16，这里是15，刚好比它大一点，所以这笔多单也做进去。这笔多单一直走到这里，价格突破了上轨，然后多单了结。多单了结之后，一笔空单又做进去。我们看一下这里的 ATR， 这是15.3，也满足条件。然后就迎来了一段震荡的行情，它的价格一直没有触碰到这个下轨，直到这个地方才出场。这个地方出场之后，这笔多单又做了进去，然后到这个地方空单。对，大家看这里就是我说的，你的止损啊，因为你是逆势的话，你的止损要大一点，不然的话，你这笔单可能就很容易被打止损啊。包括这笔多单也是，如果你止损太小的话，就很容易被打止损。因为我们是逆势嘛，逆势追求的就是胜率高，但是盈亏比较低一点。这笔
多单的话做到这里，我们看一下到这个地方，按照惯性来说，这应该还会有一笔空单的。我们看一下，应该是这个 ATR 的原因。这个 ATR 是13，然后这个是13.4，13和13.4，没有满足这个大波动的这个条件啊，所以这笔空单就没有做进去，也还行啊，不然的话这笔空单应该是肯定要是止损了啊，直到这个地方才满足 ATR 的条件，应该是才满足 ATR 的条件。OK， 这就是我们这个策略的全部细节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伪代码，这是我的伪代码。你们可以根据我前面视频写量化策略源码的那个整个过程，再结合这里面的这个开平仓信号，就可以把这个策略补充完整了。我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这里就是还是写好我们这个剧本嘛，然后把你们需要做参数优化的地方都可以在这暴露出去，就可以用这种input的方式写在这参数前面，然后可以做参数优化。only init 方法就是做的初始化，针对于这个剧本，这是短期 ATR 的剧本，这是长期 ATR 的剧本，这个是 Don't Channel 的剧本。还有就是，如果你们没有这个 Don't Channel 的这个指标啊，可以加一下可以私信我，然后我把这个 Don't Channel 的这个指标发给你们，因为它在 MT5 里边是好像是没有这个指标的。不过它计算起来也很简单，聪明的朋友应该一下就能想明白了。然后就是 OnTick 方法，OnTick 方法还是这一个，这个我之前应该说过了，判断是不是一个新的 bar， 这个是判断 is market open， 市场是否开盘了。然后 Copy Buffer。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往这些数据、这些 buffer 里面填充数据的。然后就是开仓管理就是这个 check single 方法。这里这一句就是判断是否处在大波动的情况下。处在大波动的情况下，并且当前价是小于Don't Channel 的下轨的话，就是做多；如果大于Don't Channel 的上轨的话，就是做空。然后止损的话就是减去这个Don't Channel 的下轨减去这个上下轨之间的距离。你用这个下轨减，或者用当前这个价格去减，其实都一样，没有太多的差别，然后这里是开仓，这里就是仓位管理。仓位管理这个主要就是出场了。如果你在具备多单的情况下，并且价格涨破了上轨，那我们就是把多单平仓。针对于空单也是相同的逻辑啊。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还是记住那句话，我们要保持简单，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去拥有一条在回测里面看起来很完美的曲线，我们的目的是赚dollar，不要活在过去。大家拜拜，我们下个视频再见。